我拿到了台湾的金卡。你们还在看吗？真的让我好开心哦！还没有认识我的新观众，让我快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住在台湾的卤蛋，我已经在台湾7年了。也在这边度过很快乐的生活，所以我一直在想办法怎么能够永远定居这里，把台湾当成我一辈子的家。对了，你如果还不知道，我原本来自美国。所以我对美国的绿卡也有所耳闻。绿卡就是美国的永久居留证，当然可以永远在美国留下来生活与工作。我一直希望能有同样的机会留在台湾，所以我最近发现台湾有金卡这回事，马上开始研究金卡的相关资料与申请的方法。但是我申请前有许多问题，像是台湾的金卡跟美国的绿卡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而且我如果拿到金卡后，我可不可以永远待在台湾呢？金卡还有什么优点？拿到金卡是不是等于我成为台湾人了？在这支影片中，我想回答这些问题，给大家介绍金卡的细节，让你们更了解我拿到金卡的很有趣的故事。哇！但是我们开始之前，你们应该很好奇，台湾政府为什么要开始发布就业金卡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就业金卡就是一个新的政策，旨在吸引更多国际专业的人才选择来台湾工作与生活，目的是为了提高台湾的国际竞争力，促进经济发展与创新，以及增加多元化与文化的交流，让国外的人才更方便的来台湾工作、生活与享受各种当地的福利。台湾之所以推出这项政策，有几个原因。首先，台湾是要吸引更多的专业国际人才。接下来，台湾想要展现自己的开放与友善，欢迎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交流与合作。此外，由于目前的出生率很低，少子化越来越严重，就想出了这个办法，让更多国际朋友选择待在台湾工作，为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做出贡献。谁可以申请台湾的就业金卡呢？就业金卡就是专为吸引那些高技能、高学历的外国专业人士而设计的，考虑的标准包括学历、收入和专业工作经验综合考量。因此，这张金卡的大多数是属于在科学、科技、经济、金融、教育、文化等等领域的专业人士。拥有博士学位的也有资格申请。申请金卡的过程真的是一个超级简单的一件事，但是我拿到金卡的经验可不是一帆风顺。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，因为我在科技领域有工作经验，还有硕士的学位，所以我的心里有点底，觉得我有机会被选上。起初我以为一定很顺利，对吧？但是并非如此。我在2023年的2月初开始了我的金卡申请的大冒险之路。缴上了我的工作经验和税务的文件，也支付了3000块的申请费。但是那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我的签证快要过期，也只剩下3个月。我是必须要在我的居留证失效前拿到我的金卡，不然我就得找到新工作，否则的话就得离开台湾。时间就像炸弹一样。Oh no！ 棒！所以我赶紧提交了所有的文件，等待审核。过了1个月后，他们说还要提供更多的文件，我快速再次提交了新的资料，然后再次等待。又过了2个月，我还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到了5月10号，我的居留证只剩下1天，我真的已经绝望了。于是跑出移民署，我想要申请临时延期，或者找到另外的办法留在台湾。如果不行，那我就得赶快买机票离开台湾。我坐在移民署的柜台前，把我的文件交给移民官，他看我的资料，又看了电脑，然后一脸惊讶。我是真的觉得不妙，他让我等一下，然后走进办公室10分钟。我感觉超级紧张，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我是不是不能延长签证？我是不是要马上离开台湾 ？Oh no！ 他回来了，对我说：“其实你不需要延长你的工作签证。”我很困惑，问他为什么，他就笑着对我说：“因为你已经被选中我的金卡。”我感觉超级开心与兴奋，就像之前几个月的压力与难过一下就消失了一样。我的梦想成真了，我终于有了金卡，好开心啊！就这样成为金卡一族。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金卡到底看起来怎么样。所以基本上跟居留证很像，但是一般的居留证就是蓝色，但是你看金卡的颜色真的是金色，上面写中华民国就业金卡，上面写领域专长科技，是真的太酷了吧？那你们应该很好奇，台湾的金卡它有什么优点？
简单来说，台湾的就业金卡就是一个很棒的工作证，它带给我的福利，还有台湾的居留权，还有3年开放的工作许可，给我充裕的时间找到我理想的工作。最棒的是，我完全不受行业或职位的限制，我不需要先找雇主或提供工作的合约，想要换工作或者换老板是完全没有问题。我可以自由的、自在的选择我想要的工作，不管是写工程还是当网红，是我吗？而且我还可以在台湾开自己的小生意。拥有金卡的人还可以享受台湾的健保，又贴心又安心呢。而且如果想要拿到永久居留证，只要在台湾住满3年。最棒的是，我的配偶还有我的小孩子，我现在都没有，跟我一起有资格申请永久居留权，这是不是超级棒的？就业金卡就像是一个开放台湾之门的钥匙，让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探索美丽的台湾。我感觉台湾的金卡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计划，让我可以在台湾工作生活，也不用担心签证的问题。但是呢，拥有金卡的人跟台湾人的权益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像是我可以投票吗？金卡让我在台湾有很多的权益，不过要注意，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成为台湾的公民。如果我想要在台湾投票的话，就需要先申请入上，并放弃原本的国标选，跟美国说拜拜，才能当成台湾人。卤蛋觉得这样做的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考虑，不过这个过程可能有点复杂，我也还是要满足一些条件，所以在未来的影片里会更深入的探索这个话题。不管我能不能投票，我还是超级开心能够拿到金卡，我觉得其他的福利已经够了，让我开心满足。我拿到金卡后的安排是什么呢？我感觉拿到金卡真的是开放无数机会的大魔法。以前我在台湾的生活是超级有限，因为我前4年拿到的学生证只能念书，后面3年只可以考封闭的工作许可。我那时候的人生感觉被束缚的像一个小乌龟，无法自由选择我想做的事情。开店换工作这件事简直是大考量，每一年续签居留证的压力更是让我一点也规划不了我的未来。这样下来，我怎么能把台湾当成我真正的家呢？但是我现在是差一点点拥有几乎相同的权利与自由，我感觉自己已经融入社会大家庭，这可是一股超强的动力，让我开始追逐大梦想。所以我计划继续做我最爱的事，像是继续拍影片，享受我在台湾的生活。但今年我想来一点新花样，开一家正宗的台湾企业，这只是踏上我在台湾建立未来的第一步，前往还有无数惊喜在等着我。嗨，台湾我来了！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次的影片，我真的很高兴能够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大的成就，我也很开心可以开始我人生的一个新的冒险。我想要把我的一切都跟你们一起分享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按下订阅键，不要错过任何一集。还有你们如果对金卡或者对我有什么好奇的，就快点在下面留言吧。那 until next time， 拜拜。